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白，今天教大家制作一款复古年华系列花样拼花包手拎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包包由花片、钩边和束口袋组成。先钩织对应数量的花片，然后进行缝合。完成后开始钩边，钩边的同时钩出包带，最后放入束口袋。首先来学习花片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环状向外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色，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纸都进行了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来起针，取出对应线材，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手指绕线，环形起针。这个就是环形起针完成后的效果。接下来钩织第一圈，先钩织一针锁针起立，接着在起针的线圈中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，具体短针数请参考图纸。完成后，拉紧起针的线圈，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钩一个引拔针，稍微拉紧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，纹理模糊的一面作为反面，后面钩织时正面均朝向自己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圈，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先打个活结，在第一圈引拔针入针位置接线，完成后钩4针锁针起立，这4针算作一针长长针。接着在左边的针目钩织一针长长针，钩针绕线2次，穿入左边的针目。钩织时将起针的线头一起放在钩针的上方，边钩边藏进去。绕线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依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3次。
长长针钩织完成，接着钩织4针锁针。我们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一组花样，接着钩织下一组。在旁边的针目上钩织2针长长针，4针锁针，这样就又完成了一组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。钩织完成后，挑起立针最上方的2根线，引拔，拉紧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第2圈钩织完成，接下来钩织第3圈，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小样颜色随机。在任意2个长长针中间接线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位置钩织1针短针，旁边的锁针动眼，钩织1针中长针，2针长针，1针长长针，2针锁针，1针长长针，2针长针，1针中长针，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一组，接着钩织下一组。在长长针中间钩织1针短针，旁边的锁针动眼，钩织1针中长针，2针长针，1针长长针，
两针锁针，一针长长针，两针长针，一针中长针。这样就又完成了一组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剩余的部分钩织完成。钩织完成后，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，拉紧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这样第3圈就钩织完成了。接着钩织第4圈，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钩针从第3圈任意一组花样，右边的第一个长针，后方右侧穿入，左侧穿出，将线钩出，接线完成。钩织3针锁针，这3针算作一针特殊的长针的反拉针。接着钩织一针长针的反拉针，钩针绕线，从左侧长针右侧穿入，左侧穿出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依次绕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重复2次。长针的反拉针钩织完成，继续钩织一针长针的反拉针，完成后2针锁针，接着分别在锁针洞眼旁边的针法上钩织3针长针的反拉针，完成后跳过一个针目不钩，在第2圈2个长长针之间的洞眼里钩织一针长长针，长长针钩织时可以稍微拉得长一些。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一组花样，
长针反拉针两侧分别跳过一针不钩，接着钩织下一组，跳过一个针目不钩，分别钩织3针长针的反拉针。2针锁针，3针长针的反拉针，跳过一个针目不钩，在第2圈2个长长针之间的洞眼里钩织一针长长针，这样就又完成了一组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对照图纸，将剩余的部分钩织完成。钩织完成后，挑起立针最上方的2根线，引拔，拉紧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收好线头。这样第4圈就钩织完成了。最后来钩织第5圈，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在任意一个锁针洞眼里接线，钩织3针锁针起立，这3针算作1针长针，在旁边的针目上依次钩织3针长针，完成后钩织1针锁针，跳过一个针目，钩织3针长针，在锁针洞眼里钩织1针长针，
将已钩织的针法看作这个花片的一条边，接着钩织2针锁针，将这2针锁针看作一个角，后面重复边和角的钩织，一直钩完这一圈。完成后，挑起立针最上方的2根线，引拔，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收好线头。这样，第5圈就钩织完成了，整个花片的钩织也完成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所有花片钩织完成。完成了所有花片的钩织，接下来进行缝合，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进行连接。这里我先以2个花片为例进行演示，取出对应线材，剪取缝合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，穿上缝针，将花片背面相对，边和角对齐，先穿入右边角位置的锁针洞眼，为了更加牢固，这里再缝一次。完成后，往左一针对应一针进行缝合。缝合时，将线头一起放在2个花片之间，边缝边藏进去。长针对应长针缝合，锁针对应锁针缝合。最后，在角上的锁针洞眼再缝一针，然后在反面打结固定。剩余的线头沿着织物的纹理收好。这就是花片的缝合方法。其余花片大家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缝合。大家可以参考拼接示意图，将其余花片用记号扣固定出包的形状以后，再进行缝合，防止缝错。包底花片对折缝合时，中间的锁针洞眼不需要缝合，
其余几针按照边的缝合方法正常缝合即可。到这里，花片的缝合就讲解完成了。最后来进行钩边，分为2个区域。一区钩织时，分别在两侧钩出提手，钩织完成后，再沿着提手和花片钩织2区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、剪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下面钩织1区，在缝合形成的包口位置，逆时针绕圈钩织2圈。先来钩织第1圈，取出对应线材。这里为了方便大家观看，颜色随机。在右侧花片连接位置，右边的锁针动眼接线，立针锁针起立，接着钩织1针短针剪针。先在起立针位置的锁针动眼钩织1针短针的未完成针。钩织时将起针的线头一起边钩边收进去。在旁边的锁针动眼钩织1针短针的未完成针。钩针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。一个短针剪针钩织完成。后面缝合位置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钩织短针剪针。接着在这条边上对应钩织短针。中间锁针位置钩织1针短针。到了脚的位置，钩织1针短针。接着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，具体针数图纸上都有标注，大家将其钩织完成。钩织完成后，跳过这2条边，在这个脚位置开始钩织。脚上的锁针动眼钩织1针短针。边上对应钩织短针。缝合位置钩织1个短针剪针。这一圈都是在边上对应钩织短针，在缝合位置钩织短针剪针。另一侧的提手与已钩织的提手方法类似，大家对照图纸将这一圈钩织完成。
钩织完成后，在第一个针目上引拔，拉紧。第一圈钩织完成，继续钩织第二圈，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接着钩织短针，一直钩完这条边。到了相应位置，分别挑角上的这针和旁边的锁针，钩织一针短针减针，挑锁针上方的一根线钩织，继续挑锁针上方的一根线，钩短针，一直钩完还剩余一个锁针位置。到了相应位置，分别挑锁针和旁边的短针，钩织一个短针减针，下面继续一一对应钩织短针，在提手两侧钩织短针减针，大家对照图纸，将这一圈钩织完成。钩织完成后，预留1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。穿上缝针，从左侧针目穿过，再返回线头所在的针目。这样收针，表面看不出引拔痕迹。在反面，将线头收好。剪掉多余的线头。第二圈钩织完成，同时一区也钩织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二区，分为2个部分，
进行钩织。钩织方法相同。下面我以任意一部分为例进行演示。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在中间缝合位置，右边花片的锁针动眼接线，立针锁针起立，钩织一针，短针减针，钩织方法与一区第一圈缝合位置短针减针的钩织方法相同。边的位置对应钩织短针，角的位置钩织一针短针的未完成针，在锁针位置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也就是一区这一圈短针的入针位置，钩织一针短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一针短针减针钩织完成，继续沿着锁针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钩织短针，一直钩完，还剩余一针锁针位置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挑最后一个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钩织一针短针的未完成针，在旁边角的位置钩织一针短针的未完成针，钩针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短针减针钩织完成，继续钩完这条边。完成后进行收针。2区一边钩织完成，另一边
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其购置完成，这样2区就讲解完成了。购置完成后，取出束口袋，在束口绳的两端装上木珠，完成后放进包包里即可。这样，整个包包就讲解完毕了。如果大家在购置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